只要你在台湾有投票，在老公眼里你就是独派，这就是把全民的光谱一起拉过来，你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可以胡说八道，一群没有中心思想。当吴思瑶说他坚决的支持郑南榕的精神，是他从政的起手式。然后这句我就想吐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他看到的那两面旗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容不下中华民国旗。其实中华民国主就是说，除了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之外，都是中华民国主。所以在中共眼中，你们都是台独。对，所以你不要挣扎了。对，我们是一家的，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。那既然团结在一起，我今天选上了总统，那你们都不应该反抗我。所以为什么赖清德喜欢这个理论？因为这个理论呢，就可以把台独再进一步衍生成台湾独裁。他们现在什么都要把反共变成了辨别你跟我之间的不同。就务实台独就是要个人崇拜赖清德，赖清德实施独裁，他们必须戒严，必须实施军法，必须国安法庭，必须猎杀陆配、猎杀蓝的、猎杀白，要猎杀在台湾一切可能共产党的存在。那核心价值是反并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所以黄伟汉不反共。青鸟听到了，他不反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最近伟安哥他提了一个死亡交叉嘛，因为最近那个民调的事情嘛，那重点是简单的说，台湾已经进入了蓝绿统独极度对立的状态，蓝绿互不理解，亲美亲中各自道路不同。其实讲这个本身就很有引导性。然后呢，再来，这是一个比较偏青鸟的网友，他说啊，最近黄伟汉、张宇轩、陈辉文、黄志贤被蓝白红粉疯狂出征，也被封为新四大背骨辩解仔，还帮他们改名字啊，绿伟汉、绿宇轩、绿辉文、绿志贤。为什么他们不检讨自己一下？为什么人家会这样？还是明老师就是明居正哈？那句话不是我们变绿了，而是他们变红了，3.1K， 光看几十万。首先一个乡民说，黄海立场确实改变了，张宇轩不认识了，陈慧文讲话风格本来就不讨喜，他常出包。黄志贤哥哥是黄伟哲，这需要讨论什么呢？结果汉哥竟然在下面回复了，我坚持的是中华民国独华独台湾独，核心价值是反并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蓝绿白不管谁，只要是这个态度，都会跟我的论述很接近。我挺的不是蓝绿白，我挺的是中华民国台湾。那当然，网友就想到有一个人讲他就是亮哥啊，我就说青鸟的代人来啦。你作为政论的评论人，你可以假装眼睛没看见啊！我现在要改口啊！我以后提到这个人，我就说青鸟的发言人又来了。赖清德已经开始在挑战台湾人的底线，叫独裁。可是可笑的是，这么多人跑出来帮赖清德洗地，自我作践啊！你这样的行为，民进党也不会用你的啦。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意思，过去伟安哥顶多是针对台湾的现象具体描述，跟一部分去认同民进党的论述，但是在这篇脆下面呢，他应该是第一次哦，对，这么赤裸的讲出了他自己的立场跟观点，而且他是强烈表达自己，因为他过去他是标榜不太那么强烈表达自己的。第一段话，中华民国独跟华独啊，不是废话嘛？他知道很多受众其实是不知道中华民国独，所以他的起手是先把中华民国派抓在手上，让这些群人可以去理解他真正的核心思想，其实可能还是中华民国概念。对，那其实中华民国独这个讲法，你某个程度来说不存在。基本上我们分为几种嘛，第一个叫华独、台独，然后呢华统、统统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中华民国独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那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华独的意思，可能是他想表达是这样。但是我必须讲的是，华独跟台独绝对是水火不容，绝对是两个概念。所以他其实现在想要吃一部分华独的人，认为说你们其实不是华独，是台独。对，这个论述方法其实跟赖清德在2024年要选举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光谱在左边，他如何把它往右边移，不是他自己移，是把全民的光谱一起移。没错。所以其实这个论述方法，我觉得就是跟赖清德当时的讲法基本上一样，去偷换概念华独跟台独。其实我想讲的是，他这个东西跟419当时不是很多人说台独旗跟中华民国旗在一起很感动，说是我那天你的吴思雅好咬牙。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派，我快吐了。这两面旗子绝对是水火不容。对，其实如果你从台独的理念来说的话，郑南榕是坚决反对中华民国的。所以如果当你觉得这两面旗子可以并容的话，你本身既不是台独，也不是华独，也不是中华民国派，你们就是一群政治的变色龙，你们就是一群四不像。好，然后再来他讲蓝绿白不管谁，只要这个态度都会跟我的论述很接近。废话，你包牌啦。对，所以我挺的不是蓝绿白，我挺的是中华民国，还给你一个顿号台湾啊，他不走蔡英文路线。赖清德最在意有一句话叫什么？蔡归赖随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蔡归赖不随？赖清德不讲中华民国台湾，没错。
我刚刚是跑同一条路线，我们一开始都是跑军事，所以军事有很多参访的行程，就会有一些革命情感嘛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小记者，他也是小记者，我们等于是同期。他那时候就是很会跟人家套关系、装熟嘛。然后后来大家资历就越来越累积，我开始去要顾立法院的线，然后他就去跑东森，他跑总统府，他跑总统府最重要的角色，他一定要去争取到总统府记者联谊会的会长，他一定要去抢那个位置，因为第一个他可以去分配媒体的资源，他就是一个老大哥在总统府的那个记者。那第二个就是总统要受访的时候，他可以站在总统旁边。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记者会第一个问题，通常都是从黄伟汉开始，因为他是记者联谊会的会长，那是一个尊重，所以他言必称，他自己称自己是马粉所以人家就觉得他跟马英九长得好像，对，帅嘛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哇，他跟马英九或是跟马英九的理念，或是马英九的一些言行举止，然后呈现出来的气质是非常非常类似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刻意学，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气质，也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以后就一炮而红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他100%是宪法一中的中华民国派。我们是有自己的中心思想，那也因为觉得这个中心思想是符合的，所以我那时候也把他当朋友。那我不会去跟一个跟我中心思想不同的人，尤其是南辕北辙。对。所以我是觉得伟汉因为马英九而成就了他。如果是我个人，我是觉得我都没有什么变，那我不代表他。可是我觉得他那时候的给我的感觉，我们是可能是同道中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中华民国独、华独跟台湾独这3个用法。台湾独就台独嘛，那为什么不写台独写台湾独？因为一般台独不会写台湾独，因为台独已经在台湾是个专有名词了。第二个呢，中华民国独跟华独差在哪？其实中华民国独是赖清德提出来的概念，我大部分时候都说赖清德是草包，就理论上来说他是个草包没有错，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些想法，而这些想法是不是赖清德提出来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就我们做台派理论研究的人来说，确实是有它的一个象征意义的。什么叫中华民国独呢？也就是去除统促党这一种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别之外，通通都是台独，也就是中华民国独就即台独，这个光谱上画，也就是90%台湾人皆独，这个是赖清德里面的核心。所以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独，其实是希望把所有台湾人变成一种台独的概念。那反抗中共最有力的方式是什么？独裁。比如孙中山遇到2次革命失败之后，跑到日本搞中华革命党，跟黄兴大吵架，2个尊皇大吵的原因是什么？尊皇分裂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孙中山认为个人崇拜嘛，不搞个人崇拜，不搞权力集中，无法革命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那谁信奉这套很深呢？蒋介石。军人尤为信奉这一套，因为军人对于体系、对于要求、对于领导，他是服从性很高。所以赖清德他以他当过兵为荣，我觉得赖清德他的脑袋瓜里面装的都是蒋介石那一套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在黑蒋介石，不是，蒋介石的格局比较高多了，因为蒋介石胸怀的是中国，对，赖清德胸怀的是眼前。那这种台独的可怕性在于说，它跟以前台独又更不一样。以前的台独是只要达成了，就立刻的让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，甚至不惜为了安定台湾，两岸可以是兄弟之邦。所以以前呢，赖清德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曾经说过亲中爱台话，那个其实是辜怀敏他们那一代的说法，因为这个他们是一个比较现实的，他们从日本回来嘛，有些从美国回来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台湾如果不能跟对岸和平相处的话，台湾独立是不能长存的。但是赖清德把这个观念都抹杀掉，他逻辑只有一个，要台独就靠我赖清德独裁。所以在赖清德的思考里面，台独即独裁，然后在台湾人的划分里面，中共认定你们都是，所以你们全部要跪趴。对，这样。所以如果你们不服的话，我整肃你们是刚好，所以他才会在天安门论里面去讲出一套道理，叫什么呢？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服膺司法，但这个司法是赖清德直接领导的，他却不说，就是直接搞独裁。那为什么他信仰戒严？所以那这一套逻辑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叫做务实台独。所以在这理论里面，反共是必要，跟他的中华民国独的逻辑是结合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他用来捍卫这个缩帖是什么？他们想到一招叫做反定吞、反侵略、爱台湾，用这个缩帖来包装极端化的现象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口号蛮烂的，因为其实不押韵的。以他这么资深媒体人，他这不是他发明的，对，没有，我要讲的就是这个。以他那么资深的媒体，我相信3个反或3个爱应该是更好的口号，但是他不用，因为就是上面交代的，因为他出题必押韵。结果你看，但是这样的一个论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？有一个台独的人来发起说我挺华独，本身不可能，而且他为了要在早年吃香喝辣的，他拿了太多独派的资源，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台独金孙嘛，这是他终身撕不掉的标签。再加上他这个人呢，儿子在美国，孙子在美国，那他需要有人做指标，谁来献头？关键就在这里。那献头的人必须说他是中立的，对，所以这整个逻辑都闭环哦。